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嘅呢集睇個大陸案件。呢個案件就犀利啦，就係話寧夏有一個叫馬登毅嘅男人，佢係一個騙子嚟嘅，而且佢擅長嘅係騙財騙色。佢曾經就講到話自己用3個鐘就可以氹到一啲陌生嘅女仔同佢開房上床而佢靠住呢個技巧呢，係成功同100幾個人開房噶。而呢個男人就係頭先所講到嘅寧夏色魔馬登毅。馬登毅1984年喺寧夏出世。按道理嚟講啦，喺農村家庭，如果你生咗個男仔嘅話呢，係一件大喜事嚟啊。但係馬登毅嘅出世冇令到佢屋企喜氣洋洋，反而充滿黑暗，係得佢阿媽含辛茹苦咁樣將佢湊大啊。咁原來佢阿媽係佢老豆馬軍嘅第2任老婆，而第1任老婆因為馬軍成日拳打腳踢受唔住就離婚啦。而馬登毅嘅阿媽嫁咗入門之後，馬軍仍然都係好似以前咁樣3日唔埋2日啦，就用家庭暴力。所以自從馬登毅出世之後，幾乎係冇感受到父愛嘅。唔單止係咁喺佢印象中，佢老豆馬軍係經常帶住唔同嘅女人返屋企，甚至乎係當住屋企人嘅面前喺度做埋一啲親熱嘅動作咁結果馬登毅同佢阿媽係逃唔過俾人趕出門口嘅命運，因為佢老豆揾到第3個老婆啦。如果你話原生家庭令到馬登毅經歷到父母感情變遷，留低咗心理陰影嘅話，咁之後同佢阿媽相依為命捱苦嘅日子，就令到佢孤僻、偏激、敏感。一個單身嘅媽媽又要打工揾錢，又要照顧小朋友，你淨係咁樣諗一諗就已經知道係幾辛苦啦。而馬登毅就係響呢一種咁樣咁艱難嘅日子下邊長大，因為經濟困難未讀完小學就被逼。咁我細個嘅時候覺得阿媽做嘢好辛苦啦，一邊咬緊牙關一齊去承擔屋企嘅責任。窮人嘅孩子早當家，但係啦，佢哋身心入邊有幾卑微，有幾敏感，又有幾多人可以感同身受呢？馬登毅後來已經成年，可以去大城市闖蕩，但係學歷偏低，長相麻麻地，只能夠做一啲比較低層嘅工作。咁樣嘅經歷竟然又助長咗佢心入邊係越嚟越扭曲而自己亦都去到要結婚嘅年紀啦。但係馬登毅呢，唔敢諗太多，加埋佢性格內向係好少識到同年齡嘅女仔。由於接觸唔到女人所以佢對異性嘅渴求可以講得上係越嚟越強烈。於是乎喺佢慾望嘅驅使之下，佢開始諗辦法去研究點樣先能夠令啲女人心甘情願咁樣上吊。咁佢一有時間呢，就上網去睇各種研究女性心理嘅資料，然後就將自己領悟所得，就迅速咁樣喺呢啲聊天軟件入邊揾啲女人去做驗證啦。一開始佢個話術麻麻地，經常呢都係冇女人願意理佢嘅。但係時間長咗，聊天技巧越嚟越純熟開始呢有啲女人願意同佢保持住網戀嘅關係咁呢一點呢，對馬登毅嚟講係好意外噶，同時亦都係令到佢越嚟越有興趣去研究女性嘅心理。就係咁樣，網戀約下就變成可以線下見面約會啦。但對方一見到馬登毅真人呢，就開始個個都面露難色，敷衍幾句就即刻走人啦。而頭先都講過啦，馬登毅係一個內向嘅人，但係佢雖然內向，但冇影響到佢嘅思考而人哋覺得佢樣衰呢一點呢，係冇打擊到佢嘅，反而佢去諗失敗嘅原因，再接再厲，完全係一隻打不死嘅小強。而就係佢咁執着，就令到佢可以研究到一套專門針對女性嘅3小時法則，之後就開始一發不可收拾啦，慢慢就行上不歸路。佢呢一個3小時法則呢，係可以好有效咁樣修復到女性嘅心理套路嚟嘅。原本佢淨係打算去溝女，但係後來開始有埋詐騙金錢嘅成分喺度啦。
而佢就係利用呢套法則成功呃到過百個女性嘅信任啊！唔單止心甘情願同佢發生關係，仲主動俾錢佢。而呢一個咁令人震驚嘅3小時法則到底係啲乜嘢呢？咁啊講到啦，首先呢，一定要選擇合適嘅女性群體，譬如馬登毅只會選擇喺網上邊成日宣泄自己寂寞空虛，對現實生活同家庭有不滿嘅女性，最好就係已經結婚或者離婚嘅。其次啦，一定要用恰當嘅方法同技巧。佢有一套專門用嚟打開女性心理防線嘅話術啦。佢好真誠咁樣問啲女人係唔係心情唔好。咁可想而知啦，半夜3更會揾人傾偈嘅女人，通常呢係有一種好強嘅傾訴慾望啊。而馬登毅又好醒目，全部都會回應得好得體啊，甚至乎佢會主動去引導佢哋講出心入邊煩惱同埋頂心頂肺嘅事情。而內向嘅人個心思都會比較敏感同細膩，呢一點喺馬登毅身上邊發揮得淋漓盡致。佢總係能夠好快捕捉到女人所講嘅嘢入邊嘅情緒變化，然後俾一啲溫暖同理解俾佢哋。而對於唔同嘅細節或者唔同嘅問題呢，佢可以好迅速咁樣解答到，甚至乎佢讚啲女人呢，亦都係讚得好得體嘅。咁樣咁短嘅時間就可以得到呢啲女人嘅信任啦。而喺得到女人嘅信任之後，佢就順勢約線下見面。咁的確，馬登毅呢係十分之識得選擇女性群體嘅。佢所揀嘅都係離過婚或者係對家庭不滿又空虛寂寞嘅女人。於是乎，線下好快就可以打成一片啦。而馬登毅亦都係非常之體貼嘅，所以就令到啲女人就忽略咗佢個樣，而心甘情願同佢發生關係。等到線下嘅關係親密穩定之後，馬登毅就會做下一步嘅計劃啦。佢開始塑造自己嘅社會地位同形象，用一個非常之感人嘅故事同自己做一個虛假身份，譬如佢偽裝成為一個辛辛苦苦打拼白手起家嘅企業家，將困難時期嘅艱難故事同呢啲女人講，令到啲女人好崇拜佢事業有成，又對佢人品同誠信係十分認可啦。喺呢段時間啊，為咗令到啲人對佢更有信心，更加相信佢實力，佢會帶住呢班女朋友出入高檔餐廳食飯，去大商場買嘢，又或者去5星級酒店開房。而呢啲咁嘅操作就令到啲女人對佢死心塌地啊！等所有嘢鋪墊好之後，馬登毅就會出最後嘅殺手鐧啦，就係呃錢啊！你要知道呢個時候好多女朋友心入邊，馬登毅係一個有錢有實力嘅老闆，而且溫柔體貼，出手闊綽，對感情好專一啊！咁優質嘅男人簡直就係可遇不可求啊！大家都想同佢一齊啦。去到呢個時候，馬登毅就會揾一啲藉口借錢啦，就譬如話俾啲女朋友知最近公司遇到啲麻煩啊，流動資金唔夠，就問佢哋借錢，就話自己隔一排隔幾日就可以還到啦。咁女朋友就當然相信呢個信譽良好嘅男人啦，雖然多少有啲懷疑啊，但係都會攞錢出嚟支持佢啊。但係啦，攞完錢之後呢，通常馬登毅都唔會再揾到人㗎啦。而馬登毅就利用3小時法則，喺2006年12月開始對目標女性進行詐騙。呢段時間佢幾乎全無敗績啊，就係咁樣幾年之內呢，係成功對過百個女人進行騙財騙色，用呢一套咁樣嘅心法去攻略女人，佢成功呃到過千萬啊！過千萬係人民幣啊！而馬登毅就靠住3小時法則成功呃到呢啲女性群體嘅信任啦，先騙色再騙財，最終呃到巨額嘅錢啦。幾年時間，佢由一個農村走出嚟嘅窮人，成為一個擁有好多錢嘅騙子。而佢呃到嘅女性過百人，點解佢唔驚啲人會告發佢呢？原來好多女人
都係有家庭嘅，就驚名聲破裂或者搞到家庭矛盾。知道自己俾人呃過之後，幾乎都唔敢講嘢啦，只能夠死頂。但係亦都有啲女人呢係有報警嘅，報警嘅人數慢慢多咗啦，警察就開始調查呢個馬登毅啦。去到2017年嘅8月啦，公安就將馬登毅以詐騙罪拉咗。馬登毅自知其罪難逃啊，就非常聰明咁樣講自己詐騙嘅經過。公安就因為佢認罪態度良好，就酌情從輕處罰啦。咁最終法院呢係判咗佢有期徒刑9年半同埋交罰款。咁原來啊，佢嘅女人呢竟然就喺網上邊同佢組建咗一個群組，而且佢嘅女人係遍佈全國各地噶。咁呢啲女人喺群嗰度聲稱啊，就話只要有人能夠殺到馬登毅呢，就會有一筆好豐厚嘅酬金俾佢啊。呢個懸賞令一發咧，馬登毅就開始驚啦。佢為咗自己嘅下半生考慮咧，當時係嚇到去警察局投案自首嘅。咁所以先至咁合作交代晒自己所有嘅嘢，有得從輕發落啊。而喺審訊過程入邊，警察發現馬登毅身上邊呢有一啲好獨特嘅傷疤，就個手臂上邊呢有一啲密密麻麻嘅傷口喺度。而根據馬登毅交代啊，佢每次行騙成功都會用煙頭喺自己手臂上邊辣一個傷痕，做一個紀念啦。佢就係用呢一種方式去懲罰自己啊。佢認為懲罰完自己之後呢，佢所行騙嘅罪惡就會去減輕咗唔少，去達到一個令自己心安理得嘅目的啊。因為佢認為啊，只有自己先可以懲罰到自己，其他人係冇權利去懲罰佢啊。咁最後由於佢又係自首啦，同埋好合作啦，而且喺監獄入邊表現良好，其實佢冇坐足咁多年㗎，好快就已經出咗嚟㗎啦。而佢出咗嚟之後呢，仲係繼續做住個老本行啊。咁後來亦都係因為佢咁樣做法，又俾人拉咗啦。因為馬登毅呢3個字呢，已經係俾人擺晒上網㗎啦嘛。3個鐘就呃到女人，同佢上床再呃埋錢啊！呢個男人都算得上係又食又力啦。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